我家院子里有棵祖上传下来的桃树，很是粗壮，却怪得很，从未结过桃。就连隔壁二婶前年种下的桃树，今年都挂了好几个红彤彤的果。我时不时跑二婶家看看，馋得满口生津。二婶，你这树是怎么种的？二婶瞧了我一眼，上手就摘下一个桃子递给我，吃吧，小馋猫。这树还能怎么种啊？埋地里就是了。谢谢二婶。可是我家那棵老桃树，埋地里这么多年都没结过果子呢。这花草树木啊，都是有灵性的。以前我家那柿子树也有过2年不挂果，我就拿了把菜刀吓唬这树，告诉他再不结果就砍掉。我听得目瞪口呆，还有这种事？试试不就知道了。我若有所思地回了家，爹娘都下田去了。望着那桃树，我翻找出斧子，将斧刃轻轻刻在桃树主干上。如果你明年再不结又大又甜的桃子，我就把你砍了当柴火。风吹桃叶沙沙响，其中仿佛夹杂了一道轻蔑的喝声。不过还好家中无人，不然做出这般神道的事，想想都尴尬。傍晚我刚做好饭，爹娘就一脸皮色地进门了。今天又做了什么好吃的？今个做了山鸡炖土豆、清炒地瓜叶，还有一大盆绿豆汤。天气炎热，喝点消消暑呢。青青真是长大了，不过以后还是等阿娘回来弄吧。你身子骨弱，不能操劳。阿娘心疼地摸了摸我的头，我又是掉进水里，呛水伤了身体。爹娘总觉得亏欠了我，此后便事事都不让我做，娇养得像个大小姐。夜深了，我正读着画本子，窗户猛地被吹开，明明早已过了花期，浓郁的桃花香却裹挟着花瓣席卷而来。我没来得及细想，便沉沉睡去。再次睁眼，我竟躺在白日里的桃树下，四周雾气弥漫。睡前发生的一切还很清晰，我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梦。桃树后走出一位身着粉色锦袍的男子，他走到我跟前，浓郁的桃花香让我心旷神怡，冷不丁却被他弹了2个脑瓜崩。你太爷都不敢动我，你挺狂啊！你是那棵桃树？正是。怎么不给你结桃子，你就要砍了我当柴火？好生蛮横的姑娘。那你是桃树吗？结桃子是天经地义的，我家数代先祖都照料过你，我更是从小就给你浇水施肥，你结些桃子回馈下不是应该的吗？哼，照料我，你这小丫头还真是什么都不知道。她袖子一挥，我便失去了意识。再醒来时，天已大亮，我躺在自己床上，昨夜的梦太过真实，我心不在焉地吃了几口早饭，便起身走向院里的桃树。昨夜是你引我入梦吗？桃树毫无反应，我试探着摇了摇桃枝，依旧没动静。我一咬牙，壮着胆子，啪嗒一声折断了一根小桃枝，瞬间旁边的大桃枝就照着我的手抽了上来。妖怪啊！我顾不上疼，狂奔出门。青青，怎么了？慢点跑，别摔了。阿娘，家里的桃树可能是妖怪，它会动，还会托梦。大白天哪来的妖怪？青青是不是又发烧了？我没有。阿娘，你信我？阿娘不信，可阿爹却一言不发，若有所思的样子。阿爹，你知道家里的桃树是怎么回事吗？我转向他，阿爹却像没听见似的。阿爹，阿爹！我大声喊了2遍，阿爹才如梦初醒。青青别害怕，那桃树是个好的，保佑过咱家很多代。难道那桃树当真是？你怎的从来没跟我提过？这是老林家的秘密，向来传男不传女，没曾想让青青先撞见了。什么传男不传女？我可告诉你，咱家不兴重男轻女那套。青青是我的命根子，你要是轻待了她，我们娘俩就回娘家再也不回来了。哎呦，我哪敢呀！青青也是我的心头肉。再说了，这秘密本就是些关于供奉的事，只是些劳心劳力的活罢了，何必让青青跟着操心？你最好是……阿娘警告地瞥了阿爹一眼。青青，快回家休息吧，这田里日头烈，不好久待。关于那桃树，你放心就行，只要你不招惹他，他绝不会伤你。我心虚地摸了摸被抽红的手背，想起那截断枝，看来以后是真不能再招惹他了。回到院子里，看到被我扔在地上的桃枝，我十分抱歉且虔诚地拾了起来，双手捧着，跪在桃树下。桃树大仙，青青知错，您保佑我家数代先祖，青青却对您不敬，实在不该。我恭敬地朝桃树3叩首，叩完头没一会，我便困意来袭，睡倒在树下，再次入了梦。那男子又出现了，依旧看不清面貌，今日倒是挺懂事。怎么，你爹告诉你了？粉袍男子倚靠着桃树，双手抱胸问道。阿爹说您对林家有恩，就这些。他往前走了2步，半蹲在我面前问道：还说传男不传女，说是供奉什么的，不必让青青操心。我老是懵懂地望着那模糊的人形，一五一十说了出来。呵呵，你们林家的男子还真是一如既往啊。大仙又说着意味不明的话了。大仙，青青不懂您在说什么。不懂没关系，青青啊，你既已知道我对你们林家有恩，是不是也该回报一下我呢？男子的语气透出狡黠。虽然阿爹说不让青青操心，可青青也是林家人，若大仙需要青青回报，青青也是义不容辞的。好孩子，男子拍了拍我的头，你可知如何供奉？青青不知。我摇了摇头。男子手心朝上，溢出一团白雾，雾气片刻消散，出现一把匕首，以血供奉。他将匕首递给我，
我倒吸一口冷气，倒不是不舍得，只是我极其怕疼。大仙，按理说青青不该推辞，可是青青体弱，最是怕疼。要不我让我二哥供奉您吧。二哥平时最爱捉弄我，又精力旺盛，放点血给恩人，应当是不打紧的，还当你多诚心呢。不过如此。男子从我面前起身，重新倚靠回桃树，听着恩人失望嘲讽的语气，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是啊，人家都帮过我们多少代的祖辈了，我林青青怎能连这点回报都不给？来吧，我闭上眼，伸出细弱的手腕，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一点血罢了，不至于如此。他将匕首递给我，吩咐道：“待会儿你醒来，便用这匕首在掌心浅划一刀，见血即可，不用多。然后将手按到桃树干上就可以了。记住了，记住了。”我点点头，好，那便去吧。男子一挥衣袖，梦中的我便失去意识。再睁眼，我便在现实中醒来，望着手里出现的匕首，我再三深呼吸，然后照大仙说的做了。在岸上桃树的刹那，树体剧烈抖动，四周凭空出现桃花瓣，飞扬飞舞，聚拢成人形。梦里的粉袍男子在现实中出现了，这次我看清了他的脸，星眉朗目，灼灼风姿，简直如神奇一般。我瞧他瞧得整个人都呆住了，他看我亦如是。奇怪，他不是在梦中便见过我吗？你的血还真是没想到啊。过一会儿他先回了神，注意到我的痴态，便一脸傲娇地顺了下身前乌发。果然，即使千年过去了，本君魅力依旧，没辙呀。此时我也回过神，低下头羞赧一笑，是很好看。男子闻言，好似更开心了。这1000年，你还是第一个看到我脸的女子。1000年，这桃树这么久远了吗？是啊，我在林家整整1000年了。男子似乎是想起往事，陷入回忆之中。没过一会，他意味不明地朝我一笑，缓缓说道：“正式认识一下，我名唤陶恒，恭喜你成为我的第50位主人。”主人？我不是供奉您吗？怎么就成大仙的主人了？以血盟誓，你我缔约，你以供奉为我延续命数，我可还你一个心愿。陶恒解释道：“那我要当神仙，我要上天入地。”我兴奋地说出儿时幻想，没曾想陶恒又弹了我一个脑瓜崩。做你的春秋大梦，我还没当成神仙呢，好疼啊！我摸摸脑袋，埋怨地看了他一眼，接着说道：“那我要大哥二哥高中状元榜眼，光耀门楣，阖家完满。你家可完满不了，做不到。”他白我一眼，怎么说话的？为何我家完满不了？这样说，我可要生气了。天机不可泄露，说不得，搞得我心里七上八下。你就没有别的心愿了？我想了想，突然抚至心灵，还有一个，不过大仙要先答应我，听完后不能生气。你说。我双手绞着衣角，脸红扭捏说道：“青青已到了婚嫁的年纪，想让大仙做青青的夫君。羞，我真不是见色起意，我不是。好吧，我是。好。”陶恒深深地望着我，干净利落地答道：“就知道您不会应允的。那青青暂时也没什么。好，你说好。”以为最不可能的事，居然被答应了。我顿时有些不知所措。不过我本体被禁锢住了，目前只是元神状态，除了缔约主人之外，其他人是看不到我的。所以即使我们成亲，也没法让你亲友观礼，且这事也最好不要告知他们。我想了想，是不能告知，毕竟他们看不到你，免得以为我又发烧了。不过话说回来，陶恒君本体为何会被禁锢呢？我问道。这就得问你林氏先祖了。陶恒掐着我一边脸，似有怨气，不知为何，虽不清楚缘由，但我听了这话后，心虚的紧。择日不如撞日，不如趁着你父母兄长未归，我们便就此拜天地吧。可我还什么都没准备呢，会不会太仓促了些？不会，免得夜长梦多。这词是这么用的吗？怎么感觉陶恒比我还着急？那好吧，还好我前2年便绣好了自己的嫁衣，其他事务便能省尽省吧。就这样，我和陶恒在树下拜了天地，没人知道我们成了夫妻。傍晚，陶恒回归本体休息去了。饭桌上，我们一家5口正在吃饭。白天青青遇到桃树那时，倒是给我提了醒，供奉不能再拖了。还他娘，等吃完饭，你就带着青青去二弟妹家坐坐吧，半个时辰后再回家。有什么是我们娘儿俩不能知道的？主要是家里这规矩传承很多年了，供奉时女眷都不能在场的。你们老林家只是农户，又不是什么世家大族，搞这些规矩招不招笑？我们林家祖上也曾是达官显贵，如今一朝没落罢了，将来必能再次发达。你怎知能再次发达？过你的安生日子不行吗？天天做些不切实际的梦。眼看阿爹阿娘吵起来了，我赶忙打断：“阿娘，正好我想吃二婶家的桃子了，如今应当成熟的刚刚好，咱们吃完饭就去摘吧。”馋嘴就知道吃。饭后，阿娘装了一袋今年的新稻米，让我到时候抱着去，亲自递给二婶。阿娘教导我说，不能光吃别人的，要有来有往。我深以为意，二婶家就在隔壁，出门转个弯就到了。进屋后，阿娘与二婶话闲，我去院里摘桃子，正摘得欢快呢，忽然听到家里传出动静，
好像是拖动桌子的声音。我的好奇心上来了，开始趴墙角偷听。山月、云峰，你俩一人点3炷香，插到供桌的香炉里。阿爹刻意压低声音，却还是被我听了个真切。短暂的静默后，阿爹接着说道：“你俩跪下，给院里的桃树磕3个头，给这树跪下磕头。”二哥的声音透出难以置信。爹怎么说就怎么做，大哥的语气不容置疑。没一会，阿爹又说：“山月，一会儿你把手画到小口子，见血就行，按到这桃树上。待桃树仙出来后，你要跟他求，愿家族人丁兴旺，香火绵延。记住，只能说这个。”桃树仙兄长们异口同声惊讶道：“白天你们小妹说的是真的。山月，过来按照爹说的做。”阿爹说道。此言一出，就连一贯听从父母安排的大哥都有疑问了：“爹，为何要求这个？咱们林家本就人丁兴旺，还用求吗？不能求别的吗？你不懂。若不求的话，接下来的20年，林家都不会再有所出。为何？”兄长们同时惊呼。接下来我要说的是，万不可告诉你们娘和小妹。我们知道的。爹，你说。说来话长，咱们林家祖上也曾显赫一时，可千年前，先祖犯下大错，害死几10万人，上天触怒，降下天罚，上天要林家子孙断绝。犯错那位先祖更是结局悲惨，入了阴间地狱，永世受刑。眼看林家即将覆灭，幸好当时家族中另一位先祖乃修道级大成者，他拘了这即将飞升的桃树仙，镇入林家，以桃树仙的气运为林家改命。可一个尚未飞升的树仙气运，又如何抵得过天道呢？所以那位先祖耗尽毕生修为，设下了血气法阵，以此来规避天道敕令。此时二哥打断了阿爹：“爹，你这越说越玄乎了，我听不懂什么意思。”阿爹停顿了会，接着补充道：“换言之，这天道敕令好比田谷，血气法阵好比田皮，两者并行的前提下，谁也剥夺不了我们耕作的权利。同理，若血气法阵与天道敕令并行，也是要先履行血气的，除非血气终止，不然天道敕令不会生效。”大哥喃喃道：“竟这般复杂。”阿爹感慨说道：“是啊，设下法阵的那位先祖真是聪慧至极，竟能想到如此巧妙的办法。只是可惜啊，若不是族中有人犯下大错，他本有望飞升登仙的。”爹，我又不懂了，既然血气能换取心愿，为何不直接把所有愿景都说出来，让这桃树仙为我们实现？哪有这般好事？气运并非取之不尽，且愿力也有限，所以林家后人才需世代供奉桃树仙，每隔20年也仅仅只有1次机会，不孝有3，无后为大。山月，以后你告诉你的孩儿时，也要好好叮嘱一番，一定要把人丁兴旺香火绵延放在首位，万不可将这愿力用于其他无关紧要的事。我知道了，爹。听到这里，我爹坐在地，我好像犯了大错。好了，该告诉你们的都说完了，山月过来供奉桃树仙吧。好，大哥踏步的声音传来。又过了一会儿后，阿爹传出惊呼：“怎么会这样？”他喃喃道：“上个月就已经满20年整了，怎会没反应呢？”后有焦急大喊：“桃树仙，桃树仙，可否一见？”我正犹豫要不要回家说明情况，身后却袭来一阵桃花香，是陶恒。他蹲在我身边，单手杵着头，一脸狡黠朝我说道：“怎么办啊，夫人？你夫君我如今血气易主了，岳父是看不到我的，要不夫人带我去说明？”一想到是我害得林家未来20年没后代，我眼泪扑簌簌落了下来。“你诓我！”我压着声音对陶恒厉声道。陶恒闻言也落了脸色，他捏住我下巴：“20年而已，还能有你们林家诓我的时日更久吗？再说了，我有拦着不让你许愿人丁兴旺吗？你自己见色起意，能怪谁？”说的也对，我顿时煞了气，只能不断埋怨自己。“青青，你怎么坐在地上？”阿娘和二婶走了出来。“哦，我刚被青石砖绊倒了，正要起来呢。”我立马站起身，阿娘走过来给我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这么大人了还能绊倒，没摔疼？”阿娘问道。“没有。”我心不在焉地回道。“那就好，想来时候差不多了，咱们回家吧。”回家后，阿娘瞥了一眼阿爹，问道：“办完了？”阿爹摇摇头，回道：“不知是何缘故，这次供奉全无反应。待明日我去寻父亲和爷爷，共同商讨下此事。”我在旁边听着，心里纠结要不要告诉他们真相。再三思虑后，我决定还是先不说了。毕竟兄长们20年不会有后代这事，若是被爹娘知道了，他们肯定会忧思过度，痛苦万分。还是尽量让这痛苦来得晚一些吧。夜晚，我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被子突然一沉，陶恒凭空出现，落在上面。“阿青，你我还未圆房。”他贴在我耳边轻声蛊惑，温热的呼吸喷洒在我颈侧。“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我冷冷道。虽被美男环抱，但我内心毫无波澜。家里出这么大事，我要是还有心情你侬我侬，那未免也太心大了。回你的树上挂着去。我想推开他，却被他单手轻松制住。阿青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心冷啊。微凉的指尖划过我脸侧，我什么时候心冷了？陶恒定定地看着我，像是在透过我回忆些什么。良久，他说：“明天跟着你爹去找你太爷就知道了，路上可别被发现了。”他说完便隐身遁去。我心想，你就不能直接告诉我吗？有嘴不说，莫名其妙。翌日，爹爹一早便出门了，我偷偷摸摸跟在后面。他先去了爷爷家，没一会二人便出来了，又一道前往太爷家。待他们进到太爷家，我便走到屋后窗下，开始偷听。爷爷，
我昨晚带着山月他们供奉桃树，却全无反应。您可知为何？是阿爹在说话。昨晚才供奉，不是上个月就满20年了吗？太爷爷苍老的声音传来。最近农忙，孙儿没顾上这事。阿爹的声音有些心虚。你这个逆子，是地里的活重要，还是林家传宗接代的大事重要？你榆木脑袋拎不清吗？爷爷暴躁地说道。好了好了，太爷爷打断爷爷，又接着说道：这会不会是被别人供奉过了？记得我当年好奇心重，在交代完心愿的第2天、第2个月、第19年都试过，再次供奉换取心愿，均无反应，还好奇心重。太爷爷，你是贪心重吧？哎呦，那可坏事了！爷爷怒拍桌子，着急说道：我也只是猜测，老大你这急脾气啥时候能改改？太爷说：对了，昨儿个白天，青青说撞见了桃树仙，这会不会是被他供奉了呀？被点到名，我腿打了个颤，心想着等会儿我爷打我的话，我该往哪个方向跑？把青青叫过来。爷爷拍桌子，拍得更响了。爹，还是我回家问问吧，有结果了，我过来跟您和爷爷说。阿爹可能也是怕我挨揍，你给我坐这，我自己去叫他。长凳被推动的声音传来，躲无可躲了，早死早超生吧。我快步跑到太爷家门前，正好赶上怒气冲冲的爷爷从里面走出来。你咋在这？爷爷狐疑问道。青青来探望太爷爷。爷爷你怎么也在这儿啊？偷听的事可不能让爷爷知道，不然一会儿揍得更狠。你管那么多干什么？给我进来！爷爷没好气说道。这会儿还没确认是我呢，都已经这么凶了，等确认了我可有苦头吃了。再加上那心愿，可当真说不出口啊。青青啊，你是不是供奉过桃树？太爷爷和蔼的声音传来。是桃树仙让青青供奉的。那你跟桃树仙说了什么心愿？爷爷急急问道。这我太难说出口了，难不成我一个黄花大闺女要跟长辈们说心愿是嫁给桃树仙吗？反正不是林家人丁兴旺。我声音越来越响。你这个兔崽子！爷爷暴跳如雷，抄起旁边的鸡毛掸子就要抽我。爹，你别动怒，青青也不知道祖上的事，她不懂该许什么心愿。阿爹急忙上前拦着。不对啊，青青，你咋知道心愿该是林家人丁兴旺？太爷爷发现了盲点。昨晚阿爹供奉时，青青无意间听到了，我立马跪下。青青无知，犯下大错。太爷爷，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补救吗？哎，也不能怪你，这密室林家向来传男不传女，不知者无罪。太爷爷捋了捋胡子，只是这代代相传，从未提过补救之法，估计是难了。爹啊，祖上不是传下来一册丹书吗？那上面会不会有法子？爷爷提醒道。我少时曾看过，应当是没记录什么法子的。太爷回忆着说道。罢了，再拿出来看看吧，就在墙角那块砖下，你们挖出来吧。阿爹上前3两下就挖出一个木盒，打开后里面有2片铁质丹书，上面文字不多，简单阐述了林家阴和天法以及血气法阵的规则及注意事项。我看着丹书落款林玄清，心中泛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情绪。我怔怔地拿过丹书，抚摸那个落款，爷爷却一把将丹书抽走，丹书的边缘划破了我的手。摸什么摸？家里就传下来这么一册，你弄坏了怎么办？手上鲜血滴落，眼前白光一闪，我晕了过去。我做了一个冗长的梦，梦里我参与了林玄清的一生。你要快快发芽长大，给我结很多很多桃子。3岁的小玄清在宗门的弟子院落里种下了一颗桃核，这桃核是飞升的师祖从上界带下来的。当时小玄清气嘟嘟说道：只带桃核不带桃子，师祖坏，玄清想吃桃子，你何时收了个这么小的娃娃？师祖哈哈大笑，一把抱过小玄清，对着玄清的师傅道：禀师祖，徒孙之前被邀请去给帝王陵选旨，事后宰相便将他孙女塞给徒孙做弟子。徒孙见这娃娃慧根极高，便也收下了。玄清师傅回道：原来如此。师祖又对着小玄清说：玄清啊，上界的蟠桃是不准带到下界的，便只能带个桃核了。不过这桃核种下可以结很多桃子哦。真的吗？当然是真的。而且这桃核即使种在下界，结出的果子亦会有几分灵气，到时候玄清吃了会修炼得更快，以后还能上天入地呢。哇，上天入地！玄清现在就去种。雪白的小团子从师祖怀里挣脱下来，哒哒跑回自己的院落，埋下了那枚桃核。寒来暑往，20年过去了。23岁的林玄清成为了宗门修为最高的弟子，玄清7年内必将飞升。他师父断言，可后来再一次回宗门的师祖却在无人处看着玄清，唉声叹气。那株桃树长得枝繁叶茂了，甚是粗壮，可惜至今没结过桃子。桃树啊桃树，我都守你20年了，你何时能结个桃给我吃？刚结束休息的林玄清站在树下说道。练剑时不小心受伤流出的血被他随意地抹在桃树干上，霎时桃树剧烈摇晃，漫天花瓣飞舞，光芒闪过后，桃树不见了。原本的桃树位置立了个星眉朗目的少年，灼灼风姿，煞是惊艳。20年来专注修炼的林玄清从未见过这般好看的人，呆愣到久久不能回神。你还要看我多久啊？少年低头莞尔一笑，对着林玄清说。林玄清这才回过神来，呆妖精。他下意识说了这句，毕竟他平时看画本写到妖精的情节，人物主角都是这么对话的。哈哈哈，
你在说什么啊？少年大笑开来。玄清，我见你院子里有异动，便过来看看。这时，林玄清的师傅走了过来。师傅，这桃树成精了，我还能吃到桃子吗？你就知道吃。师傅睨了林玄清一眼，不错不错，灵气精纯，仙人之姿。随后他绕着少年转了一圈，连连点头。玄清，你的机缘来了。这桃树化形后灵气充沛，若留在身边，定能助你早日登仙。这得问下人家的意愿吧。你如今已化形，行动不再受阻，可有想去的地方？林玄清望向少年，没有，我只想留在你身边。少年直白地回道。听闻这话，师傅低咳着离开了。林玄清闹了个大红脸。次日，林玄清在院中晨练。阿青，你给我起个名字吧。少年搬了个凳子，坐在旁边。阿青，你叫我。林玄清一个踉跄，差点闪了腰。从未有人这般称呼林玄清。对啊，你师傅不是叫你玄清吗？我想叫你阿青，这样显得我俩亲近。谁要跟你亲近？林玄清别扭地说道。我是你种出来的，又因为你的血而化形，自是要与你亲近的。少年振振有词。不说这个了，你快给我起个名字，我都化形了，不想一直被人喊桃树。陶恒，这个名怎么样？林玄清想了想，对少年说。陶恒，我喜欢，那以后我便叫陶恒了。少年的笑容灿烂似桃花。打打闹闹又5年，朝夕相处的林玄清和陶恒感情越来越好了。玄清，你的修为2年前便已盈满，却迟迟不得飞升。为师建议你与陶恒结为道侣，灵气互通，争取一举突破。林玄清师傅对他说道。哎呀，师傅，玄清还想多陪您几年，不着急飞升，这事您就别提了。林玄清并非不想和陶恒结为道侣，而是因为师祖飞升后总共才下界3次。听师祖说，上界对于仙人下凡管控很严格，若是林玄清一朝飞升，便要饱受相思之苦，难以见到陶恒了，所以他才一直压制修为，想等陶恒也能飞升之时，再一起去往仙界。和师傅谈话完毕，林玄清走出门去，陶恒仍然站在门外。这几年一向如此，晨练早课，午休，吐纳，打坐，闭关，无论林玄清做什么，陶恒都在旁边默默等着。你每天都在等待，不会无聊吗？不会啊，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守着阿青，只要能见到你，我便开心。说到这，陶恒突然停住脚步。阿青，我们成亲好不好？你都听到了，其实你不必把我师父的话放在心上，我暂时不想飞升。你不想飞升，是不是为了我？陶恒问道。是为了我自己。你可知飞升后便难以下界了，我可不想遭受相思之苦。林玄清越说脸越红。放心，我们不会分开的。前几日我的修为也盈满了，可以一起飞升。真的吗？可是你们这脉都是靠日月精华修炼，不是最少得修个几百年吗？林玄清震惊道。当然是真的，我的本源来自上界，灵气精纯，修炼自然1日千里。太好了，那我们便在凡界成亲，正好我的家人还可以观礼，婚后便一起飞升上界，做对神仙眷侣可好？林玄清摇着陶恒的胳膊，想到2人的未来，开心得像个叽叽喳喳的小麻雀。陶恒笑着捏了捏林玄清的脸颊，自然是极好的。次月，林玄清带陶恒回家面见长辈。陶恒无父母，2人打算在宰相府成亲。以往他回去，家中都是一派祥和的，可如今除了志同，人人皆面带丧气。林玄清向父母询问缘由，他爹爹说道：“咱们林家是彻底完了，今年天灾不断，粮食收成差，灾民数量格外多。可你爷爷这老糊涂，居然贪墨救灾银，致使恶跑遍野，几十万人因他而死。如今圣上震怒，你爷爷已被关押，林家全族软禁府中，只待最终判决下达，估计是要满门抄斩了。爹，爷爷会不会是被冤枉的？他真的贪墨救灾银了吗？唉，千真万确。林家收到风声后，你爷爷想自尽，被我拦下了，跟他再三确认过，确实是他做的。玄清以前爹恨过你爷爷，当年他不顾我和你母亲的反对，擅自把幼小的你送到宗门休息。可如今我真是庆幸啊，我们这些凡人命运虽无法更改，但好在你有这般机缘，能够活下来，甚至还能通达仙途。你放心，虽然丞相府示威，可在家中办一场婚礼还是没问题的，就让林家最后再喜庆一次吧。听完爹爹的话，林玄清心中酸涩，和爹娘哭作一团。门外传来一道老妇的声音：“你这小儿站门口作甚？”娘，那是玄清的未婚夫婿。奶奶您好，我叫陶恒，站这里是在等玄清。玄清又不会跑了，你别站在这等，我们一家还有话要聊。秋芳，带未来姑爷去客房。陶恒，你就先跟着去吧。好。待人走了以后，奶奶关上门，房中只有林玄清祖孙4人。奶奶直接给林玄清跪下了。奶奶，你这是做什么？跪求仙人救救林家。娘啊，你这是做什么？怎能跪小辈？如今只有玄清能救林家了。奶奶，玄清不是仙人，而且就算是仙人，也干涉不了人间的事。玄清没有那么大的能耐，你有这个能耐。他又转头对着林玄清的爹说：“当年你可知为何你父亲坚持送玄清入宗门？”不知。爹爹摇了摇头。
是因为你方姨少时曾修习占卜术，算出林家会有一劫。他知晓玄清慧根极高，若送去修行必有大成，并且只有玄清能让林家度过这劫难。奶奶，玄清真的没办法。你带回的那男子不是人吧？不是人，那是什么？林玄清便将陶恒的事说与爹娘听了。玄清，你这夫婿便是度过劫难的关键。经奶奶这么一说，林玄清突然意识到什么。他想起在宗门时看过的一本禁书，上面记载的方法确实可以应对林家的困境，可这法子对于施术者和中术者来说都极为阴损。林玄清绝不愿搭上陶恒。林家祠堂200多号人跪向林玄清，里面有老人，有稚童，有抱着襁褓的妇女，还有林玄清的父母、兄弟姐妹，他们都在磕头求林玄清拯救林家。林玄清劝他们起身说话，劝累了，瘫坐在地上。突然，他想到了不用搭上陶恒的办法。各位，我可以悄无声息带走林家所有人，我给你们找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避世而居，逃脱官兵追捕。跪在地上面如死灰的林家人顿时有了神采，七嘴八舌说可以，这样也可以。然而跪在奶奶旁边的秋芳却说不可以。二小姐，老奴已经卜算过很多遍了，当今圣上勤政廉明，治理得当，那几十万灾民本不该死的，可如今因老爷一念之差，害死几十万人，上天震怒，降下天罚，上天要林家子孙断绝，老爷死后更是要入阴间地狱，永世受刑。即使林家在您的帮助下侥幸逃脱一时，可天道敕令也会让林家所有人都逃不过短期内身死的结局。说到这，秋芳突然吐了一口血，想来是泄露天机的惩罚，可她却不管不顾，继续说了下去。虽然您一步登仙后，确实可以避免这样的结局，可您的父母、兄弟姐妹、您的族人们，无一可逃脱啊！秋芳姑姑，大劫当前，我的命从不在我的考量中，只是陶恒实在无辜，我不能用那个法子，可那是唯一的法子。二小姐，孰轻孰重啊？只有那般旺盛的气运，再加上二小姐的修为助阵，才能规避天罚。说完这句，秋芳又猛喷出一口血，随后便倒了下去。秋芳，老夫人幼年相救之恩，秋芳报了。救他，你先救救他。奶奶，泄露天罚是重罪，秋芳姑姑已经被抹杀了。奶奶呆呆坐在地上，好长时间没言语。过了一会，奶奶毫无生机地说道：“你救救林家好不好？你母亲重病出狱，你三弟的孩子如今还没满月，你五妹妹下个月即将出嫁，你爹爹明年就要过50大寿了。你不救的话，这个家就完了。”林玄清已经没有退路了，他做好了打算，只是要最后确认一些事情。您给我一点时间，一刻便好。林玄清不通占卜，即使秋芳已明显是遭受反噬，但他仍抱着渺茫的希望，传了信回宗门，想确认下是否真是天罚，以及询问是否还有别的办法。焦急地等到传信符闪烁，上面写着天罚，别无他法，不可插手此事。林玄清最后的希望被击碎。陶恒，阿青此生与你无缘了，你不能提前告诉他。奶奶上前拦住林玄清，奶奶，我已经答应救林家了，可这件事我要让陶恒知晓，我不能欺他骗他入我法阵。族人们开始议论纷纷，生死当前，他岂会愿意？还是别告诉他了，他肯定转头就走了。就是啊，不能跟他说呀。我十分笃定地告诉他们，你们放心，陶恒一定会同意的。没想到奶奶却拔下头上的簪子，插入自己的心脏。奶奶以命求你，不要多生是非，直接布阵，引他入局。林玄清被逼到临近崩溃了。娘啊，玄清都答应救林家了，你何必枉送性命？婉儿莫哭，你父亲已是必死的结局，娘的老友也都走了，娘这是解脱啊！唯愿以这残躯为林家求一个保障。即使在懂医术族人的全力救治下，奶奶还是走了。阿青不是要在你家成婚吗？怎么跑得这么远？林玄清承诺了族人不会提前告知陶恒，可父母和族老还是要求跟过来，名为观礼，实为监视，再就是提前来认路。这个地方是林玄清选址的林家隐居地，风景秀丽，土地肥沃。林玄清提前用术法搭了几个茅草屋，家中发生了一些事，不宜操办成亲事宜。阿青，你好像很难过。陶恒察觉到他的情绪，我没事，这辈子能嫁给你，我很欢喜。在父母和几位族老的见证下，林玄清和陶恒成了亲，除了喜服和红烛，别的什么也没有。成亲仪式结束后，林玄清和陶恒在屋外相拥，看着月色，享受最后的时光。屋内的族老见林玄清迟迟没行动，便过来提醒玄清，时间不早了。我知道了。林玄清步伐沉重地将陶恒引入提前布好的法阵，法阵所在位置是林玄清找到的山脉灵气汇聚之地，地下水源丰富，有助于陶恒休养生息。按照原法阵的话，中术者无命可活，只有全部气运被榨干毙命的份。林玄清为此献祭了自己的轮回之力，修改法阵，为陶恒留得生机。原本单向索取的法阵变成双向循环，林家后人每20年供奉一次，供奉的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一点血，而是林家所有人的寿元，以寿元换气运，这很公平。当然，每个林家后人只取一点，对他们来说也无大碍。但这件事
林玄清没有告诉林家人，他为所有人安排好后路，却无人知道，献祭了轮回之力的林玄清再也不会有来世了。陶恒就位后，林玄清催动法诀，用周身修为加持法阵，瞬间，陶恒感觉到气运和生命的流逝。他难以置信地看向林玄清，当血气刻入他元神时，陶恒痛苦万分。林玄清哭到不能自已，却也只能反复道出一句：“对不起。”血气法阵完成后，陶恒被打回原形，扎根阵眼，陷入沉睡。20年后，林玄清的族人会唤醒陶恒，而此时的林玄清已经奄奄一息了。弥留之际，他抚摸着桃树诉说：“我真的好想与你能有来世。”屋内长辈跑了出来，林玄清爹娘痛哭不已，只是他们亦没有选择。爹娘，记得按我之前说的，无需棺木，直接将我葬到树下。林玄清爹娘哭到说不出话了，只能点头回应。本以为死后便是终结，然而林玄清的魂魄却一直围绕在桃树周围。他听着后来的林家人讲述法阵结束后的事。当旺盛的气运注入林家，第2日便迎来了转圜。林家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旁系墨汁，100年前便被分出去生活在边疆，本不会被此事所累，可那旁支却在边疆战事中屡立奇功，更是中了邪班，什么封赏都不要，只要求圣上保全林氏。就这样，除了林宰相被处决之外，林家查抄家产，林氏族人贬氏为农，这已是最好的结果了。林玄清没有来世，便入不了地府，只能做个孤魂野鬼，静待消散之日。或许因执念太深，林玄清的魂魄居然强撑了1000年。1000年来，他一直望着那棵树，可那棵树却看不到他。直到林青青出生了，6年的林青青不慎跌落井中，魂魄状态的林玄清急忙去救人，可任凭他如何努力，魂体仍然一次次穿过林青青，他无法抓住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个小生命的流逝。后来林青青的家人终于到了，把那个已经凉透的小躯体救了上去。可林玄清知道一切都是徒然了，神伤之际，却没曾想自己的魂体会被突如其来的强大术法引入了那个凉透的小身体。冰雪消融，露出本貌，原来我就是林玄清。林青青的躯体落水后持续高烧，导致我失去了身为林玄清时的记忆。到此，冗长的梦结束，我清醒过来。青青，你醒了，你终于醒了，吓死娘了！不知我睡了多久。阿娘憔悴了许多。他爹，快过来！青青醒了。阿爹惊喜的声音从屋外传来，他急急忙忙跑了进来。终于醒了，谢天谢地！阿爹眼里泛着泪花。阿爹，阿娘，我睡了多久啊？你都昏迷3天了，我们请了好多个郎中都不顶用，好在你自己醒过来了。青青饿不饿？娘去给你做点饭吧。是有点饿了。好，娘这就去做。阿娘去往厨房，阿爹去跟你爷爷说一声，告诉他你醒了。青青你就别怪你爷爷了，他向来是个急脾气，但心里还是疼你的。你昏迷这阵，你爷爷走了几10里山路去外面找郎中，误伤你这事，他后悔的紧。我知道的，阿爹，我不怪爷爷。哎，好孩子。屋里只剩我自己后，陶恒来了。再次见到他，已是完全不同的心境。我强撑着久未进食虚弱的身体扑了上去，想抱抱这个千年以来我可望而不可及的爱人，却被他一个侧身闪过，我跌到地上。陶恒，我是阿青，我是林玄清。我哽咽着说道。我自然知道你是林玄清。陶恒的声音冷淡到不带一丝温度。我想跟他解释这1000年来所有的事情，却突然想起，我作为林青青的仪式结束后，仍然不会再有来世。我真的要贪慕这短短几10年的爱恋，换他长久一生的痛苦吗？罢了，或许就这样误会着也好。以前的事，对不起。哼，一句轻飘飘的对不起，便能弥补我这近乎牢狱的1000年吗？我满心欢喜与你成亲，结果成亲当日就被你骗入阵中。你可知，从大喜到绝望，天翻地覆的滋味？我攻击你林家气运，原以为你会良心发现，多少会来看我几眼，可你一次也没有出现，一次也没有。陶恒红着眼眶，大声质问：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停重复这3个字，哭到不能自已。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屋内流光闪过，出现一位老者。师祖，您怎么来了？我震惊道：1000年过去了，居然还能再见到师祖，放心不下你啊，小玄清。那日你传信回宗门，我便知你终将走向你的结局。傻孩子，总为别人着想，可你自己呢？师祖说到这，伸手一点，一团光没入陶恒额头。今日我便让他知晓你1000年前的无可奈何，以及你为他做的一切。陶恒双眼合上，似乎是在接纳这些真相。小玄清，林青青幼年落井，命数已尽，是我将你的魂魄引入这副躯体，原来是师祖相助，大恩大德，玄清没齿难忘。我立马跪下给师祖磕头，快起来吧！你本该位列仙班的，却逆天而行，强行更改林家命数，孤魂1000年，算是天道对你的惩罚。如今惩罚已了，你该踏上你的正途了。我的正途，师祖是指修仙，正是。你献祭了轮回之力，若不成仙的话，今生结束便灰飞烟灭了。师祖，可我这一世身为林青青并无慧根，恐怕要让师祖失望了。小玄清，还记得你3岁时
师祖跟你说过什么吗？3岁时，我努力回想，突然灵光一现。对了，师祖曾说过，上界蟠桃核即使种在下界，结出的果子也会有灵气，吃了会修炼得更快。没错，只要陶恒愿意，你们今生是有望携手登仙的。可是林家登仙必要解除血气法阵，可解除后，天道敕令就会生效，我做不到眼看着林家灭亡。小玄清，不用担心，你当年的爷爷如今还在地府受刑呢。林家其他人本就只是连带之责，谈不上罪孽深重。林家后人千年穷苦，务农为生，为这世间奉献了许多，早已还清了。更遑论如今你林家都繁衍出整个林家村了，上千条人命，天道又怎会说收就收呢？如今不光是你的惩罚结束了，林家的惩罚也结束了，法阵你放心解除即可。真的吗？师祖，感谢您告知玄清这些，但是您这算不算泄露天机啊？1000年前秋芳泄露天机的惨象，我记忆犹深，担心师祖会受到惩戒。无妨，这不算什么天机，不用担心师祖。再说了，师祖已登仙千年有余，在上界还是能说上几句话的。小老头捋捋胡子，一脸骄傲。那玄清便心安了。我看这小桃树接纳的差不多了，你俩聊聊吧。师祖还有上界事务要处理，就不在这多待了。好，恭送师祖。师祖化为一道流光飞向天上。送走师祖后，我看向陶恒，3步并作2步跑他跟前，强硬地抱住他，委委屈屈道：“夫君，我们2世成亲，都为圆房呢。”陶恒的脸瞬间爆红，谁要跟你圆房？虽然你情有可原，但我还没原谅你呢。他跑了出去，躲回本体。我走到桃树下，悄声说：“夫君，你不原谅我的话，下辈子就没夫人了。青青，饭做好了，快过来吃点。”阿娘的声音传来。知道了。吃完饭后，我回到房间，看见被子里鼓鼓囊囊，我一把掀开，只见里面摆了一堆的桃子，还有一个半推衣衫的桃恒。桃子很大个，玉雪水灵，桃尖带着一抹嫣红，这可是人家第一次结桃子，你要认真品尝。陶恒的脸还在红着。那你在这里是圆房？